不讲点子，不讲鸡汤，讲讲自己怎么经商。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创业游记。我们这一期开始讲，正式的讲我的第一个生意了。我是16年初左右想做点生意。其实，那会儿最好的选择其实可以去，如果最简单的可以去跑跑滴滴啊，跑跑 Uber 这样的，其实赚钱蛮快的。现在滴滴啊，现在不好说，那会儿好像一个月补贴正多呢，其实一个月就能赚到2-3万，甚至更高。那会儿其实跑滴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还是选择出来想自己做点生意，因为我喜欢这个嘛。出来之后呢，我也是想做什么。以前我就是有一些，你像大学一直玩这些金融衍生品啊，股票、期货、这贵金属乱七八糟的。但是呢，你这些金融衍生品呢，你手里钱多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手里有个1-2千万的闲钱，你至少得有个几十上百万吧，你去做这个，不去做高频交易。高频交易因为风险比较大，我自己也没有那个技术，可能真有人高频交易做的很好，很赚钱吧，我不知道，也有很多可能华尔街的机构据说是经常有那种高频交易的模型，直接用那种模型交易就可以。当然我不清楚了这些，因为我不是做金融的。我也会现在也会投一些股票，但是我比较倾向于价值投资。我是在这边有时候做美股嘛，比较倾向于价值投资。所以说呢，你手里有几万块钱的时候，你做这个股票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你想这个巴菲特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他的长期的年收益率好像是22%左右吧，我记得。我忘了你什么时候看的了，好像22%。你22%，你就拿他的这个收益率来算的话，你就说你手里有50万吧，你50万22%的收益率，一年是10万块钱，一年10万块钱，你长期复利的话，当然收益是很可观的了。但是呢，如果你拿这个50万去做生意呢，做生意的风险当然比较大，但是如果做好了的话，一年翻一番，甚至翻几番也很正常，当然也可能都赔进去，这看个人了。我比较擅长做实业的这些，我比较倾向这些，所以我还是出来做生意了。当然我开始手里没那么多钱啊，可能只有几万吧，2-3万，还是反正几万块，还是5万，反正没有多少。其实这些钱呢，开一个餐厅是比较困难的，我自己干，我没找人合伙，所以说，我找了一个起点较低一些的，就是在大学食堂找这么一个档口。为什么想到在食堂找档口呢？因为那会儿刚好，我在也不哪个大学食堂，我吃到了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就是一个脆皮鸡拌饭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就是一炸鸡，炸鸡上边放上一些千岛酱啊什么的，然后配上米饭，再放点这个小凉菜，味道不错，我挺喜欢吃的。然后一份大概是大学食堂啊，别的大学食堂我在别的大学食堂吃到的，大概是3块钱这样吧，12块钱还是多少？它也分大小份了。所以怎么说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所以也想开一个。而且你其实可以算一下，一块炸鸡就是它叫毛毛肉啊，毛毛肉就是这个纯的鸡腿肉，去骨的鸡腿肉。它这一个鸡肉的成本好像是1块多钱，1块多钱，然后一碗米饭的成本是几毛钱，再加上一些简单的拿水焯一下，然后简单炒一下的土豆丝啊，这个青椒丝啊、海带丝啊。其实每碗也没多少钱，可能一碗都下来2块钱左右的成本，2-3块的成本吧，2块多钱我记得是2块多钱的这个食材上的成本。然后呢，你卖到12块钱、12-13块钱，我不是在北京吃的，我是在别的外地吃的，卖到12-13块钱，我们这其实可以卖的更高，能卖到16-17块钱吧。所以其实这个炸鸡肉因为很便宜。这个都甭说鸡肉是很便宜，你像一些鸡皮啊、鸡爪啊，这些更便宜，就跟不要钱似的。鸡皮，现在太久了，我忘了多少钱一斤了，反正就很便宜。像这些边角料，还有鸡脖子、鸡头，这些都是相当便宜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买鸭货赚钱比较多呢？因为这个成本确实很低。所以当时我想，这个你投大概2-3万能开一个大学食堂的档口。北京这些大学很多，我大概上网查了一下，有我的这个后来让我联系到这家的，它其实是一加盟店。我可以说它叫张姐脆皮鸡，张姐脆皮拌饭，张姐脆皮鸡什么烤肉拌饭吧，反正叫这个名是东北的。然后我就联系到这家的加盟商是3万块钱，3万块钱他把这个配方就告诉你，
告诉你之后，我们是准备自己建品牌，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品牌。当时呢，我是想的，你可以简单算一下，简单算一下，你比如说一家店，估计2到3万块钱，就包括设备啊、前期的租金啊，加上雇人，你打出个一个月的工资吧，1到2个月的工资，前期大概2万多块钱。当然有的档口是要转让费的，所以你这个要考虑清楚，他这个转让费有的要的还是蛮高的，它值不值？一般情况下呢，有的人会说我这个收益很好，所以我要一个很高的转让费，一般是要3年的收益。你比如说我1年的净利润，比如说是12万吧，举例啊，他可能要一个，比如说乘以3，36万的转让费，或者至少他可能要10几万的转让费，1到3年这都没准儿。你也看他的面积，看他的装修，看他的用件情况。他可能说一堆理由，说我这个因为呀什么什么家庭原因呀，或者是不想干了，上岁数了，想给转出去。他说什么我这生意很好啊，基本就到手就赚钱，一个月净赚多少啊什么的。当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你这个脑子里就得打一个问号了。你可以自己就是假设自己想一下，你比如说你有一个1年稳赚，比如说一个小店吧，一个很小的餐厅，1年稳赚12万。你比如说你老了，或者说你家里有什么人生病了，或者怎么着，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当然你可以设想一下他说的那个理由啊。你比如说你们就换一位思考，如果你是他，你有一个这个稳赚不赔的一个店，然后你遇到这个事儿，你第一个想的是不是把这店转掉？你是想把它转掉呢，还是想找一个亲戚或者雇人来管理，接着先运营下去，把自己先脱身，然后让他每个月先产生固定的收入？当然，问题具体分析啊，有的人是厨师，他可能就这家店就靠着他自己呢，他这个手艺都在他手里。当然，这种店你要接手的话，这个你没有他的这个手艺，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小很破的店，他就是味道做得好，手艺好，引来很多人。你接了之后，你没他这个手艺，你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当然，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就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你是他的处境，你是想把这店转出去，还是雇个人呀，或者找亲戚啊，帮你经营一下。所以大多数80%吧，你都会发现你不会就照他说的那个情况啊，每个月比如说有10几万的稳定收入，你不会选择把它去转出去，你会找一些亲戚啊或者怎么样，先把它将就的经营起来，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嘛。你10几万的稳定的收入，对于一个小型餐厅来说也还不错了，也还可以。所以说这你就得打个问号了。那他为什么要转呢？同样的情况，正常人考虑都是不转，找个人经营，他为什么要转呢？所以说，由此推断，很有可能是他经营不好，他遇到什么政策上的风险了，比如说这块要拆迁呀，或者这块这个以后不让做餐饮了，或者他的生意不行了，或者这个周边的这个区域的人口流动有什么变化，种种原因导致的这个，因为周边的人口的变化一些，其实有一些小道消息，你不长期在这儿，不在这经营，你可能接触不到。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的另一个饭店，这是第二个饭店，遇到过我那个片区就遇到过类似的事儿，就是它因为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片区，可能是6几年左右，这个发展起来的一个片区。当时为了发展北京的经济呢，他就来了，算是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的一个行为吧，他就把一些比如说简易的一些大棚啊。这些住宅的1层啊，还有一些就是简易房，正常来说这种房是办不下来营业执照的，甚至现在来说，以现在为界限，有的可能都是违章建筑。但是当时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就给他们过来之后，当地政府说你可以在这经营，也给你发照，一切手续都给他正常办。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确实是违建，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这种情况，就是当时招商引资过来的，执照啥的也齐全。但是呢，在我忘了，10几年17、18可能是这样。当时北京出政策整治这个拆墙打洞，把所有的这些商铺全都清掉，把1楼的这些住宅1楼改店铺的，当然当时是这个政策上许可的，把这些全部封掉，改回这个住户，改回这个住宅的功能，然后这个车棚啊，还有一些这种临时建筑啊，能发照的餐厅全都给取缔了。当时我那附近有一很大的一个烧烤店，很多年了，可能也有10年至少是有了，20年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很久了，味道确实不错。
你要让我说，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的人，你让我说它可以算是我吃过的好吃的串儿里边，就是烤串儿里边，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反正第一、第二名的位置吧，很不错的夜店，生意也很好。最后就被取缔了，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车棚，用一个很大的车棚改造成的饭店。当然说是车棚，其实里边装修什么的就跟这个正常的饭店是一样的，只不过外墙原本是一个这个车棚这么一个建筑。它的话呢，它的如果是按正常的市场算法的话，它的营业额我不知道是多少啊，咱就估算，简单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它的营业额、营业利润一年有100万左右。他说我转你这店，我就要你1年，或者说我就要你半年的营业利润，我这个不想开了，上岁数了，不想开了，我就要你半年的营业利润，我就50万就转给你了，把这生意就转给你了。那当然，很多人看他生意这么好，包括这些软硬件、厨师啊、员工啊这些都转给你。有的人看他生意这么好，可能就心动了，可能就会接过来。当然，他肯定在转让的时候，合同里跟你说清楚了，因为那会儿已经有小道消息知道有可能会取缔这些东西。当然，有些政策上的东西，它是很突然的出现的。猜政策的问题，国内做生意就有这一点嘛，政策风险比较大，你没法去猜政策，除非你是这个跟政府官员或者说这个消息层面有关系，这个另说。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人来说，你去猜政策的话，你很难去猜，很难去读政策。它有的东西说出来，你就比如说这个吧，他说这个人口口相传说有可能要清退这个，那你说你这个走不走吧？你采不采取措施？你换不换地儿？你说你换了，饭店是也不是忌讳换地儿吧？换地儿是一个比较大的。不说风险，也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变动，尤其是这个很多年的老店，很多饭店就是说老店开的生意很好，换了一个新店之后，一下就不行了，可能没多久就倒闭了。所以说，比如说你手里有一个10几年、20来年营业这么久的一个老店，你听到这么一条消息的时候，你去不去换地儿，对吧？你可能换地儿一看，它是个假消息，这过了多少年，这啥动静都没有，你的营业你可能还因为这个换地儿，导致了这个经济损失很大，或者甚至倒闭了。对吧？你说你要不换地儿吧，你到时候突然这政策下来，可能几天之内就给你清退，很快，你打得你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反应。当然，这个10几年的时候，当时北京出这个城乡大动，它的政策就是这样出的很快，让你都来不及反应。还有，当然当年出了很多政策，还有一个叫天际线行动，这个统一这个各个商铺的招牌啊，包括高处的这个招牌 logo 全部都撤掉，这是另一个行动了。好，言归正传，又说回这个话题。所以说，这个政策只是当时只是一些小道消息，只有老百姓啊，包括这些饭店这个圈子的饭店老板之间可能有一些传的。你一个新人过来之后，你可能打听不到这些消息，而且你即使打听到了，你也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的话，所以说你一旦把这店接了，你的转让费很有可能就打水漂了，而且他会在合同里跟你写的很清楚，就是你们交接完之后，所有的政策风险、经营风险，包括财务上的问题，完全是与他无关。你即使打官司也没有办法，很难去赢过来，因为他并没有向你刻意隐瞒什么，人完全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政策，所以我也没办法告知你，他完全可以这么说嘛。所以说你接一个老店的时候，尤其是他要转让费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斟酌再三，因为这转让费就是说白了就是白给人家了。你既不能用于装修，也不能用于买设备，也不能用于干啥，就相当于白给人家了。而且你这个转让费一般都不低，所以一定要斟酌再三。我遇过好多饭店，他转让费开始都挺这个老板挺有心气儿，想转个好价钱。他转时间长了，一般转让的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这个生意不好干不下去了，或者是就甭管什么原因吧，也可能是他内部管理原因、人员原因、饭菜的这个味儿不行，什么原因，他很有可能是干不下去了。他干不下去，他1个月转不出去，他就要扛1个月，这会儿他有可能是赔钱的。他可能1-2个月扛不住的话，他就大幅度的这个降转让费，甚至有可能不要转让费，就赶紧给脱手算了，因为要不然他经营下去，他每个月也是赔钱。所以说涉及转让费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个在座的你呢收看到我这个节目，正好遇到了这种问题，一定要斟酌再三，这个转让费值不值，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照钱老板说的那样，他是因为一些他自身的原因干不下去了，但是生意很好，到手盈利啊，类似这种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好啦，这一期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从零找一个新的店铺中的这个转让费的问题。
要不要去这个接受这个转账费，简单介绍了一下我的看法。好，这期就先说到这儿。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这样就不会找不到我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和我探讨，可以对我说的内容提出一些问题和质疑。排名前10的问题，我会在下一期的视频中专门回复，期待与大家互动。好，拜拜，下期见。